如果你是刚教招回来的老兵，或者是正在营区里挥汗如雨的弟兄，看到手里那根服役超过40年的66火箭弹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是不是在想，这玩意儿真的能打穿对面的现代战车吗？还是我打完一发之后，只能用它来当烧火棍？别笑，这不是在演第一滴血，这是台湾基层步兵最真实的装备焦虑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战车装甲越来越厚，巷战的空间越来越挤，因此如果你的武器还停留在阿公时代，那真的不只是搓赛，而是直接拿命在开玩笑。但就在前几天，中科院丢出了一个震撼弹，首度公开了研发中的红隼2型反装甲火箭。这管大家伙一亮相，我就知道台湾步兵的刮痧时代终于要结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发入魂的暴力美学。它不只是性能升级，更是一次对单兵武器物理极限的疯狂挑战。全世界能让你在厕所、在厨房、在密闭的小套房里直接对外开火的火箭筒，原本只有3款。现在台湾红隼2型正式宣布，它就是全球第4款具备室内发射能力的城市猎人。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极致进化，到底是怎么从一根被酸民笑话的鸡肋变成如今的神兵的？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。要说火箭筒，我们得先穿越回二战，因为这是一场长达100年的最锋利的矛与最坚固的盾的疯狂博弈。二战时期的德军虎式、豹式坦克像潮水一样涌过来，盟军步兵手里的步枪根本就是给人瘙痒。1942年，这就是第一代火箭筒的起点，它运用了物理学上的门罗效应。美军捣鼓出了一款长得像管状乐器的玩意儿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祖卡。这是第一代火箭筒的起点，它运用了物理学上的聚能装药。简单说，就是把高爆炸药做成漏斗状，爆炸时产生一股温度极高、压力极大的金属射流，像切奶油一样捅穿坦克装甲。当然，你说这是门罗效应，我也是认可的。到了二战末期，德军也拿出了他们的铁拳，这玩意儿虽然是一次性的，但却成了苏联红军坦克兵的噩梦。这时候的火箭筒射程只有几十公尺，步兵射手基本上是拿命在跟死神换战绩。而后随着冷战爆发，战车的装甲越来越厚，火箭筒也进入了射程更远、威力更大的第二代。这时期出现了传奇级的神器苏联的 RPG-7， 还有我们国军现在还在用的 M72，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66火箭弹。在这个阶段，火箭筒射程提升到了200到500公尺，破甲能力也达到了20至30公分。但装甲兵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开发出了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，这就像是在战车身上叠了2层防弹衣，能在被击中时还会自动爆炸，抵消掉金属射流的贯穿力。于是第3代火箭筒应运而生，开始玩起光电火控和串联战斗部，像以色列的 B300、英国的 LEW80，这些家伙开始装上光学瞄具，甚至能打穿当时的主战坦克。而现在全球正处于第4代火箭筒的巅峰期，代表作就是俄罗斯的 RPG-29 和 RPG-30， 它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管子，而是具备了先引爆反应装甲、主弹头随后补刀的连击技术。台湾的红隼系列就是在这个技术大爆炸的背景下诞生的。红隼1型问世时，穿身30公分，射程400公尺，虽然优于老旧的66火箭，但在战术地位上一直很尴尬。面对主力战车那日益厚实的复合装甲，30公分的穿身真的只能算是高级刮痧。部队一边背着重达 7.5 公斤的1型火箭，一边看着数据，在心里默默歪楼，这打得穿吗？鉴于种种原因，中科院在压力中完成了自研突破，于是红隼2型在2026年正式对外亮相。最直观的数据就是它的室外型发射筒重量从原本的 5.1 公斤暴降到 3.9 公斤，这 1.2 公斤的差距对单兵体力的节省，简直就是从背铅块变成了轻装上阵。发射筒长度也从119公分缩短到116公分，还参考了法国名炮 Epaulettes 的导流设计，看起来更具未来感。重点来了，最重要的穿甲深度则迎来了报复性增长。1型穿身只有30公分 RHA， 2型直接标配50公分起跳，甚至在中科院实测中打出了67公分的最佳纪录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质变？这意味着除了主力战车的正面最后处，所有的装甲车、登陆艇甚至战车的侧面，红隼2型都能一捅到底。同时这也展现了台湾最核心最不容小觑的自研能力。但你要是觉得这就是极限，那你就太小看这款2型的战术深度了。在狭窄的台北巷弄，或者在乌克兰战场那种家门口的攻防战里，最致命的威胁往往来自你想象不到的角度。如果你只能在空旷的地方发射，那你就是战车热显像仪里的活靶子。
但在红隼2型这里就没有这样的困扰，因为它拥有一项足以改变巷战规则的神技。各位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一个不到5平的小房间里点燃一个能把火箭弹推到500公尺外的发动机，那一瞬间产生的尾焰、高温、爆压和噪音足以让射手当场领便当。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火箭筒标语一定会写筒后方多少公尺严禁站人，因为那股冲击波能把人的内脏震碎，甚至能把后面的墙震垮，再回弹过来把自己压死。而红隼2的室内型就是为了打破这个物理死穴而生的，要在不到5平的密闭小套房里开火，中科院工程师必须在发射筒后方装上一个极其精密的抑制机构模块。这套模块的原理是基于国际顶尖的戴维斯反后坐力原理，就像是给火箭筒装上了一个巨大的灭火器加缓冲垫。在火箭点火的一瞬间，模块会向后方喷射特殊的抑制剂，这些液体会在瞬间气化，像海绵一样吸收掉大量的热能和压力，把致命的火焰转化成浓密的白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测试影片中看到红隼2型室内型发射时会喷出一坨白色的烟雾，这不是为了耍帅，那是保命的烟，是把高温高压转化为无害水汽的过程。这项技术极其困难，目前全世界也只有美国、瑞典等极少数国家掌握。红隼2型室内型虽然因为这套模块让总重增加到了10公斤，长度拉长到145公分，但在城镇战这种不对称的绞肉机里，这绝对是值得的。射手可以躲在废墟深处，甚至躲在公寓长廊的转角，只需要露出一点点筒头，敌方的热显像仪看不见你，红外线侦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给他的侧装甲致命一击。这种战术灵活性让台湾的城镇防御从被动挨打变成了处处是陷阱。而且红隼2型不只是穿身猛，能室内开火，它也解决了单兵火箭最大的痛点——命中率。以前打移动目标，士兵射手要靠预判，靠蒙。如果你预判错误，火箭弹从战车屁股后面飞过去，那你就等于是给敌方战车兵发送了一份我在这里，快来打我的定位导航。而中科院这回则在瞄具上装了物理外挂，具备 PLOS 概念的瞄准系统。这套系统通过模块化的5倍光学瞄准具，以及上面刻好了精密的前质量刻度，不管是横向跑动的装甲车，还是斜着冲过来的坦克，士兵只要对准刻度，就能实现真正的指哪打哪儿。到了晚上，这套瞄具还能直接拆下来，换上具备5倍变焦、500公尺视距的热显像夜视仪。这款夜视仪用了2026年最新的芯片技术，待机长达8小时，还能接普通的行动电源充电。最聪明的是，打完火箭弹后，士兵还能把瞄准镜拆下来，装在别的枪上当观察具使用。这种装备的通用与灵活性才是最适合台湾的战法。但说到底，武器再好，如果造价太贵，像飞弹一样一发几百万，那也没法量大管饱。在未来的防卫计划中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几枚金贵的展示品，而是几万管能随时取用的反坦克快餐。当我们把穿身、室内发射和成本控制这3个点连成一线时，你会发现红隼2型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足以让敌人绝望的台式阳谋。那这种用10万块台币换掉上一台坦克的生意到底有多划算？大家思考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全部买标枪飞弹就好了？标枪飞弹很帅没错，具备顶攻能力，能把坦克盖子掀开，但一枚标枪飞弹加上发射控制单元，造价高达数百万台币，而且数量受限于产能和外交配额。在惨烈的登陆作战或巷战中，飞弹的补给会是个大问题。而红隼2型这种火箭筒定位就是步兵的最后防线，它的1型造价只要10万台币，2型即使加了黑科技瞄具和抑制机构，单价预估也就在10万到20万之间。这代表着台湾可以像发雨伞一样，把红隼2型配发给每一位步兵班的士兵，甚至包括教召回来的后备弟兄。想象一下，当敌军辛辛苦苦把2骑登陆车开上岸，或者把主战坦克开进城镇中心时，他们面对的不是几枚昂贵的飞弹，而是成千上万管无处不在的红隼2型。这就是台湾不对称作战的精髓，让敌方的每一寸推进都要付出承受不起的钢铁代价。而且红隼2型的研发成功，象征着台湾在战场适应性上的深度思考。中科院特别强调了 VR 虚拟实境训练系统，利用科技手段把训练成本压到最低，士兵不需要到靶场打实弹，戴上 VR 眼镜就能模拟在巷弄、在滩头的射击手感。这种快速成军、低价高效的武器逻辑才是防御方的王道。未来的单兵火箭筒发展趋势就在于智能化与多功能。
红隼2型现在已经具备了反装甲与攻坚的多样化弹种潜力，未来甚至可能发展出遥控发射系统，让射手在远处操作，实现真正的零风险猎杀。看着红隼2型从室外型发展到室内型，看着它的穿身数据一路上扬，这背后不仅是数据的增加，更是台湾自研实力的自信展现。我们不再只是依赖外购那些阉割版或者是库存版的武器，我们能根据台湾特有的城镇环境，研发出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能做的室内发射火箭筒。这就是在告诉全世界，我们有能力在最艰困的环境下守住自己的家园。这款红隼2型不只是钢铁与火药的结合，它是台湾工程师的智慧，是防御自主的决心，更是每一位守护家园的士兵手里最沉稳、最可靠的底气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解析让你对这款自研武器有了新的认识，记得帮我点赞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